我就解释一下什么是心肌炎。你知道我们的心脏呢，它是有这个我们叫 myocardium 就是心脏的这个肉啊，它的心脏的肉和我们的肌肉是不一样的，它叫做 cardiac muscle 哈。这个心脏的肉呢，它跟我们的那个 muscle 的组织是不一样的，它的那个细胞外面那层的 receptor 和我们这个 muscle 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打 vaccine 的时候呢，我们会产生抗体，这个抗体呢，它很容易呢辨识到我们心脏呢这个 COVID 打进去的 protein， 它的样貌呢跟我们的心脏的那个肌肉啊，它的模样是一样，所以呢，我们的抗体呢就不能辨识到底这个是 COVID 的 protein 还是心脏的 protein， 所以他就把心脏当成是 COVID 就去打然后呢，他就变成了心肌炎，因为他那个我们的抗体就去打自己心脏嘛，对不对？那么心脏就会发炎哦。所以当心脏发炎的时候呢，它就像心脏病一样，它会跟心脏病发作一样。可是呢，心脏病是立刻发生，立刻就会重伤心脏痛就立刻昏倒或者是死亡。心肌炎是慢慢的1天2天3天越来越严重的，所以它是看不到的，它是慢慢来的。什么是心肌炎的症状呢？第一，当然是有痛啦，心脏这个地方会有痛啦，就是中间这个地方会有疼痛。第二，心跳会加快，心跳一定会加快。第三，你会发烧，有些人没有发烧，可是你一定会有点点的发烧。它也会有因子风暴那个情况，记得我之前有说过因子风暴的那个情况，它会有。然后你会觉得没有力，你会觉得周末好像做东西都有提不起劲，没有力，整身很累。因为好像站起来都好像会晕倒这样子，因为它的血好像冲不到脑这样子心肌炎会造成这类型的情况，就好像我们说心脏衰弱，听过吗？心脏衰弱的情况。所以在得到心肌炎的时候呢，很多人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以为他是生病发烧，他就没有什么察觉。所以呢，可是多数在心脏的地方这里会有疼痛的，会有疼痛。所以或者是还有一个就是心肌炎，还有一种就是心膜发炎，心脏的外面那个膜也可以发炎的心膜发炎呢跟心肌发炎是不同的，心膜发炎也是可以在我们打了 vaccine 过后得到的。心膜发炎呢会很痛，比起心肌炎更痛。在医院呢，我们是怎样医生怎样知道这是心肌炎呢？第一，他当然是问一问你是不是打了 vaccine 在72个小时里面有如果是在72个小时里面，大体上我们都会说有心痛或者是然后呢心痛然后有那种有心无力走路好像没有力之类的，然后呢很累。心肌炎的情况呢是3天过后越来越严重的。可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你是在3天之内发生的，意思是在打了疫苗过后3天里面发生，然后就慢慢的一直在恶化下去，那叫做我们讲的就是疫苗造成的心肌炎。OK， 如果是72个小时过后才开始有一点点的那种症状，那可能不是因为疫苗造成的心肌炎，它可能是自然心肌炎，或者是这样存着心脏病那是可能是不是心肌炎。如果你不知道到底是心肌炎，大体上你都可以到医院检查一下医生会做什么呢？第一，他一定是问你是这个 history 了就是你的这个你打针几时打什么品牌。大体上呢，重心肌炎的人他是打这个 mRNA 的疫苗，然后呢是72个小时，然后年纪也是比较轻的，是60岁以下，然后是男性会比较多然后呢他们会跟你做一个心电图。 OK， 在心电图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几个变化。医生会说你的心电图很快，意思说我们会看到你的心电图会很乱，
有一点点乱，也有一些是普通心电图，可是心会跳得很快，或者是心跳得很乱。还有就是可能他有一些好像重心脏病的啊那种呈现的，在心电图里面我们会看到那种心脏病变化。OK， 然后呢，我们医生会拿血，抽血呢会验这个叫做 cardiac enzyme。每一个病人如果他有那个心肌发炎的时候呢，会出现一种我们叫做 cardiac marker， 就是一种我们说的指数啦那个指数呢，如果提高的话，高出了我们超标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讲心肌发炎啊。它这个指数呢，只有在医院可以做，所以呢，大多数这个病人如果打了 vaccine 有心脏痛的话，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尤其是在我的 emergency department 的话，我们就会把它都留下来做这个抽这个血，等那个血报告出来，然后呢我们会抽2次，会4个小时 apart， 就是说第一次抽了过后，如果是有点点的不对的话，我们会抽多一次，就是3个小时过后。所以呢，大多数的病人都需要在 emergency department 逗留超过12个小时的。这是我们大体上都会对这个病人做的这个检验啦。所以呢，如果是真的是有心肌炎的话呢，应该怎么做呢？第一，我们会打内固醇我们一定会把它进入这个医院尤其是进入 cardiac unit 就是心脏的那个 cardiac unit 就是心脏加护病房。然后呢，我们会给抗炎药我们会 monitor 他的那个血压然后我们也是要观察几天大体上这种心肌炎的病人呢，如果是下的药对的话，他是可以好回的。之前我也是看到一个 Israel study 呢，他们做了6年大概是1年半的病人他们打了 Pfizer 造成心肌炎，在大概他们有整170多个人中心肌炎呢，只有1个人死亡，100万以上的的 case 才有1个 case 是心肌炎。这是刚刚在这个 New England Journal 刚刚published 的，就是刚刚出来的。看到这一点的话，我就原来没有这样高。他们的病人呢都是60岁以下，就是没有一个是60岁以上的。全部人是现在是担心第3都是心肌炎罢了，其他的都没问题。所以我就觉得 OK 所以这些小小的这些 information 呢，就可以告诉你们，让你们可以解决你们的疑惑，希望可以知道到底要不要打。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给我的家人打了，这是我的选择，我会给如果是说OK， 还有一点我忘记他讲的，为什么是3个月或者是6个月 ？OK， 有人 confuse 为什么3个月6个月？不是6个月吗？不是 Doctor 打第3剂不是6个月吗 ？OK， 如果你之前打的是 Pfizer 2剂是 Pfizer 的话，你需要6个月过后才可以打另一剂的 Pfizer booster dose。可是如果你是 Sinovac 的话呢，3个月过后你就可以打 Pfizer， 它不会造成心肌炎，因为在土耳其、乌拉圭他也是用这个3个月的期间虽然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需不需要打这个 booster dose。还有 Johnson & Johnson 也是，他们说暂时没有打第2个 dose， 可是呢他们说 Johnson & Johnson 如果要打 booster dose 2个月过后我请问为什么不是每个打 Pfizer 都有心肌炎？既然打了进去的 protein 和心脏的肌肉一样，只有少数人中，是为什么 ？OK，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是有问一问我也不是这个 expert 了我们叫 cross reaction， 有些人有些人的那个不是每一个心脏的肌肉的那个 marker。每个人是100% 一样的，好像我的心脏的 marker 跟你的心脏 marker 是有很多不同的 markers， 刚刚好那个人有那个 marker 是跟那个 COVID 是差不多一样的，就好像有些人有红斑疮、狼疮，他的那个或者是我们叫关节风湿痛那种病人呢，他的身体有产生一种我们叫细胞表面蛋白吧。这样子的东西我们叫 receptor protein receptor 或者是 glycoprotein receptor，
每一个人他有不同的这个 glycoprotein 或者是 protein receptor， 在虽然是同一种心脏啊，同一个地方，它有不同的 protein。大体上99%的人都一样，还有1%是不一样。那1%就是可能就是那个打了Pfizer重心肌炎那一部分的那1%的人。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因为我们不能 test 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就不懂哪一个心肌炎会比较高。还有呢，不只是心脏上那个 protein 会造成的心肌炎，还有就是你的因子风暴的风险。有些人会比较容易因子风暴，是因为他可能他太健壮了，他太多抗体了，他的身体太多的那个肌肉了，所以他的因子风暴比较容易。所以他中了因子风暴比较容易的人，也是比较容易中心肌炎的。还有就是可能他在吃着那种强壮的药要增长肌肉那种荷尔蒙，那种人也是很容易得到这个因子风暴。当因子风暴发生的时候，心肌炎也是跟着发生。所以很多人因子风暴死亡是因为心肌炎死亡的，你知道吗？这就是我可以跟你解释的这个科学上呢，其实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问题，所以就有些人会中，有些人不中。还有就是营养方面如果你营养太过丰富的话，营养太过充足的话，你也可能会中这个心肌炎因为太过壮了。我每次说的太壮不好，太弱也不好，就是中等就好了，中就好。所以我们要平衡一下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吃太补的人，你看我要增加免疫系统，我就一直在吃补那种也是很恐怖的那种一中了 COVID 的话，或者是打了针过后，他会比较容易中这个我们讲的因子风暴或者是心肌炎的。这一点我每次我说在败血症里面呢，我学习了很多这方面的我们讲的平衡的饮食，平衡的这个抵抗力。OK Dominic Doctor cardiac marker 是有症状过后才可以看得到的吗？对，是要有症状过后发生了过后 cardiac marker 才会升高的。可是 cardiac marker 有时会提早发生，可是它的量很低，可能我们看不到。可是如果你说没有症状，你去 check cardiac marker 高的话， doctor 也会把你留住的，你知道吗？会等你3个小时过后4个小时再 repeat 多一次。如果是 cardiac marker 一直在上升的话，可能你是早到医院，所以呢症状还没有发生，已经是有 cardiac marker 可以在没有症状之下也可以提升的，是可以的。什么是 cardiac marker 呢？就是心肌炎的那个我们的指数啦，叫 troponin I troponin T。